Hello， 非常高兴呢，大家又来到我的频道。然后今天我非常荣幸的请到马来西亚著名的丁世云导演，然后亲自分享他一些个人经历，关于就是抑郁症，还有就是如何从占星这一边得到了一些启发。然后欢迎。然后这个是他的 IG， 你们可以去 follow 或者是 DM 他，了解更多他的占星术。然后呢，希望 JY 你不好意思，我要称你为 JY， 是因为我习惯是叫你 JY。然后呢，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自己。我马来西亚导演哦，然后我导过2部的贺岁片长片啊，然后还有一部短的是惊悚电影，它不是鬼吧，惊悚哦，就是有一点灵异的元素在里面这样子哦。So far 是这样子啊。然后 before that 我是李永昌导演的副导演哦，然后和他的编剧这样子。你导演过那3部是什么戏呢 ？OK， 我第一部导演的電影叫做《一家親親過好年》。我劈炮唔撈啊！嗌我啊！你好嘢！我走咗19次啦吓。很贺岁的 vibe 的戏哦。第一部戏是跟988电台合作的，就是本地的一个 radio station 这样子，就跟他们合作，所以他们电台的 DJ， 比如讲陈峰啊、欣怡啊，他们有在戏里面演出这样子哦。然后跟香港的演员是吴耀汉，还有具咪咪。然后我的第2部戏呢，也是跟香港演员合作比较多，就是叫做《玩轉全家福》。我哋唔係應該去雲頂嗰度睇雲海嘅嘛？原來雲頂係睇唔到雲海㗎，一於嚟個自駕遊，就是很過年戲的主題啊。演員就有欣怡哦，就是沈殿霞的女兒。哦 ，OK。然後還有盧海鵬。哇，這些老演員還 still alive。對，我不懂為什麼我的戲都有一些香港的資深的演員在裡面，然後本地的是安牛，還有林明珍，還有 etc， 就是其他的演員這樣啊。So 這是我導過的2部長片啊，就是賀歲片。是我膚淺了，因為少接不會，你不在這裡嗎？你也不在這裡啊。哇，謝謝你這麼好的一個介紹，然後非常榮幸的邀請到你來跟我們解釋這個什麼叫做占星術，然後你是如何經歷這一個過程的。 OK， 希望大家不會覺得很跳脫啊，就是前面介紹是電影導演，然後現在要來分享。沒有，因為每個人都可以 relate 的，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高潮和低潮的時候，所以低潮的時候都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But 我覺得這個占星我不能講我是很 professional 啦，因為其實我是自學的。So 為什麼我會去接觸占星這個東西，是因為我的人生在2年前差不多 pandemic 的時候啦，就是陷入了人生的低谷。我在低谷的時候，我為了要自救啊，就是我覺得人到了一個時候，你一定會想一個方法，怎樣讓自己好像活起來，自我救或者是贖。在這個收社群裡面呢，你們能夠找到自己 ，you know, find your own way to heal yourself。對 something like 這樣子的東西，然後就去接觸了占星哦。其實之前我也是有去一點點了解啦，就是不是講突然間的啦，就是其實一直以來都有一點點了解。平常我們會知道的，比如講我們的太陽星座是金牛座啊，或者是摩羯座啊。可是 further 還有原來有一個叫上升星座的東西，原來有一個叫月亮星座的東西。然後之後才發現哇，原來每一個星體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星座來組成你的整個人生的盤這樣子。So I found it very interesting 哦，就是什麼來的呢？在 further 研究這整個東西是什麼，算是這樣子接觸了占星這個東西。然後就是通過占星，因為我有給你看過我的盤，然後我覺得超級準因為我本身不是有上升跟那個月亮，對，然後我覺得我就是你形容的這個人格，其實我在西方這裡也有學過一點這個所謂的 Western Astrology， 因為占星屬於西方的，對嗎？然後我是很懶惰，我其實當時候的 motivation 是因為想要了解我那個 potential
potentially 可以成为男友的男生到底有什么性格，所以我其实用了占星术，不是去做任何的 prediction 或者是怎么样，就是纯粹想了解这个人有什么性格，然后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其实的占星的学问还蛮就是广阔的，然后就是让我比较没有经常听到的是，就是占星术能够让你重忆这段这么迷茫的时间，然后走出来，我觉得这个还蛮神奇的一个点，所以很想听你分享今天。我觉得有一个 keyword 啊，就是它是 scripted 的。占星你会发现很多的高潮跟低谷，你的一些 weakness， 你的 strength， 就是你比较厉害的地方跟你面对的困难哦，全部都是在星盘里面 scripted 了的。So when 你在一个低谷的时候，你去了解哦，原来是写在星盘里面了的，你会很 relief 的。就是你知道哦，原来你不能讲注定啊，就是说你要去 go through 咯，你的人生的一些，它本来呢就有一个障碍在那边。So 我 feel 很 relief 啊，当我知道这个 info 的时候，这个是我所谓的自救的时候得到的一个最大的感触哦。你是怎样透过这个占星去了解？然后跟你的那个当时候的低潮和解的？因为占星它是那些什么星球的运作，然后每个星球又 represent 一个东西，这样子。我可能对于这种比较摸不到的东西，比较抽象的东西有感觉，我很容易 relate to 这些所谓抽象它的运作啊，它怎样影响啊，每个宫位代表什么，我就觉得我很容易 relate 哦。这样你自己本身有没有看过自己的星盘是适合做占星这个？有啊，因为我的八宫是很强的星座里面有一个叫命主星的东西，是我就跌进八宫哦。八宫就是比较对玄学的东西是比较容易 relate 的啦，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一直都隐隐约约一路以来都有兴趣这样子。我那次给你看，我记得你也有跟我讲过，我有同样的就是你是12宫啊，比我更劲。有吗？不要这样赞我。因为8宫跟12就是 for 这些玄学的东西，然后 which 12宫是更厉害的，更 advanced 的。就是天生的是吧？对，所谓的配置啊，天生有这些配置的人就容易，你比较容易 relate， 容易就比一般人更容易去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它怎样运作，你比较就是你天生擅长的这样子咯。所以你这样子的解释的话，我了解是通过这个星盘，你了解到自己性格有什么长处和短处，然后现在你处于一个低迷的状况，是因为你的心移位到这个宫位，然后你需要大概比如说1年时间去沉淀自己，然后你这个问题在什么星来临的时候，比如说 Saturn 就会有一个转机，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你得到了启发，原来我有这个问题，然后我现在要解决我的这个 weakness， 慢慢的改善自己，然后让自己当那个 Saturn 来临的时候，我可以就是重新再出发，然后成为更好的我，是这样子让你疗愈的一个过程吗？我觉得我当时候人生有几个点困扰着我的。第一个，比如讲原生家庭啊，就是感觉到很沉重啊，这个是一点哦。然后第二就是我一直想要去突破一些事业上的东西，可是一直突破不到，就是2大块了。然后第三就是自己跟人家的相处是有一点问题，就是我常常会有一个状况是，我觉得我付出了很多，然后我也 expect 人家要。也不是回报啊，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不对等的感觉啊。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也会这样子的遭遇啊。就是你觉得你在付出，然后没有回馈的这个。对，所以总结哦，我其实是一个很 sensitive 的人。对，我看得出。这样你要去 deal with 这件事情哦。可是 before 我去了解占星的时候，之前我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是这样子。比如讲家庭啦、事业啦、人际关系啦，就常常都会令你觉得不舒服。我是要去找出这个不舒服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你觉得终究到底那个问题是在你自己，因为你太过 sensitive 了是吗？而不是其他人的问题？因为我不能够要求人家改变嘛，我有去改变我自己，到底我的问题是什么？你要去改变你的想法。我的想法就是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了的。你一直觉得你在家里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事业又得不到，人际关系又得不到的时候 I think I have something wrong。 衰到貼地廣東話那一句對哦，因為我就會放大很多東西。
我就会去，可能人家没有那个意思，可能现在想回根本人家就没有那个意思啦，就是你就会放大哦，就是为什么我得不到认同感，或者我得不到朋友也好，家庭也好，工作也好，就是我一直得不到我想要得到的那个东西。所以后来就是因为我的星盘我是上升巨蟹座，巨蟹就是一个很听这样子都知道是一个比较 sensitive 的个性哦，就包括比如讲我的冥王星在我的4宫，就是跟家人之间的相处是有一点拉扯的，不是不愉快，而是常常会有很多他想要我怎样，我也想要他们怎样，就一直处在这种很多对立啊，很多拉扯啊。然后再加上我的月亮在8宫，就刚才讲了，就是玄学啊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它会 drag 我进去一个我很容易吸收人家的情绪。简单来讲就是 sensitive， 或者你很容易放大人家的对你的 emotion 哦，人家可能只讲了一个20%，我 receive 到的是一个80%的东西。所以这些就是你要知道，原来我的个性是这样子的。可能你有一些解决方法，比如讲我现在开始我会 set boundaries， 我会知道那我本来就有这样子的特质的人，你就不要去人家讲了一句就算了，不要太过 take it serious 或者是怎样。就是我现在开始明白，也知道怎样去应对这些东西。这些部分就是我所谓的 scripted 哦，就你的性格是天生。对，性格是天生，所以如果我不接触占星，我可能很多东西我得不到答案，就是一直在那边为什么内耗。其实为什么会 depression，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内耗嘛，然后去想象一些未来会发生的东西啊 ，which is 它有可能不会发生，想太多啊，这种就是我一直都有这种问题啦。这个改变的过程还蛮艰难吧，因为比如说我天生性格是很冲的人，然后我现在有一点改变了，就是我会发觉，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是影响到我，然后让我就是陷入不安的情绪，就好比发脾气，又或者是我会察觉这件事，以前我是不会察觉。然后我会想到，我快要发脾气了，忍一下这样子。以前我是忍不到，是因为我没有察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改变的过程，其实用了我也是蛮 sensitive 的一个人，因为毕竟做一个通灵者，你主要的方式是你可以去跟别人共情啊，而且你在共情的过程里面，你特别的敏感，就是你完全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所以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个很重要，做我们这一行。不然的话，你either疯掉或者是走火入魔都有可能，因为你太多负能量了，你承受不了这么多的，然后你时不时都需要去保持这个平衡。可是这个过程一共用了我10多年哦，就是我是才慢慢可以就是把我的情绪这一方面 balance 回，所以我不懂你是用了多久时间，然后多么努力才可以走到今天。其实我看回去我的过往的人生啊，我其实从小到大都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不舒服或者是一个不自在的感觉的，可是我一直没有答案啊。当然而且我又是在创作的 industry， 很多时候我都要去放大我的感官，去投入在 production 啊，投入在拍摄啊，研究角色啊这种东西。可是我一放大这个东西哦，我其实身边所有跟人家相处啊，或者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它就会自然被放大了的。所以我就一直处在这种我要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我一直都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我不懂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你可以讲到了我去接触占星的那个 moment， 其实是我觉得不能了。我觉得第一是我不想再这样子下去，第二是我觉得我找不到一个 release 的方式。我那时候严重到是我直接切断所有的联系。跟家人吗？家人没有啦，就是朋友啊。因为刚好那时候 pandemic， 你就顺理成章的有一个理由，就是你也没有机会跟人家接触了嘛，你就刚好 pandemic 的时候，不是大家都要 work from home 嘛，都要就是把自己 block 在家嘛，我就刚好那时候就觉得很亲近，然后就觉得so I think 从那里开始我再去 restart 我自己，我要去搞懂到底我自己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常常有一种我很想要跟这个世界做好朋友，可是内心又有一个我不想要跟这个世界太 close 这样子的一个矛盾。连这个也是很困扰我的，因为我的朋友常常觉得他跟我不 close，
which is 我们是好朋友。然后为什么呢？原来我的月亮是水瓶 ，I mean 就是我在占星里面找到很多这些答案哦。它其实解释了我很多 behavior 啊，就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为什么我人际关系会常常会有一个很抽离的角度去看身边的人或者人事物这样子啊。So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 sensitive 的人，然后已经是 sensitive 到所有东西都attack 你，然后你不想要再这样子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recover 的过程啊。可是这段日子，就是你的 recovery period， 需不需要有很大的推动力？你是如何鼓励自己一直去改变的？我其实很想要做一些什么，可是原则上我好像又没有做到什么东西。But 我觉得我现在的 mental health 是比较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啊，就是 neutral 的水平啊。首先我先达到一个这样子的状态了。然后第二就是你已经经历过最 worst 的时候，就是内心最不健康、最 down 的时候，所以你现在慢慢回来的时候，你就会其实死不去了。第三就是开始去，比如讲在星盘上面，你开始去往你应该努力的方向去努力了，然后勇敢一点。我不懂是不是这个 terms 啊，因为你第一你经历过最 worst 的状况了啦，第二就是接下来就是你怎样去重新的去面对这个世界哦。哇，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就是 soul searching。我觉得你比较好彩哦，我其实自己本身是蛮 identity crisis 一段蛮长的时间，可能就是7、8年这样子。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是通过我各种各样的 soul searching 的方式，你是通过占星，可能我是通过就是我们马来巫师传统的那种医疗方式，然后就是通过其实就是那种打坐啊之类的，然后各种各样的经历，我发觉原来我这个人很有问题，就是像你讲的，别人可能不是那个意思，只是随便带过一句，然后你会一直记在心里面，然后好像一个梦魇这样子一直缠绕着你，你走不出来。但是你看到人家又活得很好，然后为什么他凭什么？其实伤害我们的人，他们可能永远不觉得自己有错，然后你不能因为他人的伤害而导致你自己过得不好。这是我过后发觉，原来就是广东话那句等佢等天收哦，就是如果他就是伤害我，这样我不用紧，我和我自己和解这一个事情，然后就可以 move on 了。我发觉现在很多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懂要从何找出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我自己是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不够了解我们自己。 Exactly， 我们不够了解我们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有一句话是向内观啊，就是内在观察自己。对，所以我觉得我是 meant to be 是走到这个阶段的了，就是你都已经没有办法去对抗这个世界了，你就只能去重新 scan 回一下，到底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到底为什么你会这样子。所以当你比较了解了你自己的一些状态，你的 personality， 很多人可能你认为你了解你自己，可是 which is你可能还不是。我觉得我们人要去正视自己的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去找出，当你 feel something not right， 你要去找出是什么让你觉得不舒服，不然你的 mental health 是你会被击垮啊，有一天。exactly， 然后走上就是可能大家都不想看到的那个绝境，就是自杀或者是自寻短见。而且有一个问题是，你活不到你想要活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keyword 来的，就是我们一直都在这个地方挣扎，所以这些点啊，就是要去找出你自己是谁哦，所谓的找自己啊。好，今天 wrap up 一下，就是你大概讲的这个占星是怎么样让你就是有这个奇妙的人生改变，然后寻回了你的真正的自己，然后你也非常以真心正念去就是看自己的弱点，当然这个是要保持一个平衡点，不然呢有一些人就是可能他会对 self critical 很高，所以我觉得这个 balance 很重要，你不能一直批评自己，你也不能一直去批评人家。所以大家学到了吗？就是我觉得 first 你要找出问题的根源，就是你要了解自己，然后你找好自己的黑暗
face your own demon。过后呢，就是有勇气的从那个卡点跑出来。我觉得大概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东西，对吗？而且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更加了解自己，然后有什么可以找 JY 去了解一下。我觉得这个你们可以去 DM 他的 Instagram。我非常感恩你，就是完全没有保留的跟我分享你。还有观众们，你曾经也遇到瓶颈，遇到抑郁的这个，因为这个比较算是隐私，然后很多人都不想提起这样不好的过往。我当时问你的时候，你说你不介意，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勇敢哦！就是你现在走出来，你能勇敢的去讲这件事。因为第一，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了。So， 如果我经历过，我有东西可以分享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帮到大家的话，还是 I don't mind to share 啊。然后，当然是现在我这个阶段，我可以乐意分享。如果你早一点接触我，可能我没办法讲现在的这番话。所以时间线也是 scripted 的吗？我不懂。那天你找我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的感觉就是，你还是要相信一些缘分的东西啊。就是当时间到了，你就去做，然后尽力去做，不要去看那个结果。我觉得这个平常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好佛系耶好吧，那么今天呢讲到这里，然后下期呢我们会讲其他更精彩的，大家留守频道，然后谢谢 JY， 谢谢李轩 Thank you。 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Before Nike was on Nikes, you should bet on me. You should bet on me.